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今天的這個影片，安格斯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株迷你型的蘭花，它來自於日本。起初呢，它的名字叫做 Sederia japonica， 是叫明戶蘭。但是這幾年呢，在美國這邊呢，已經把這一種蘭花呢歸入到蝴蝶蘭的這個屬裡面哦，所以呢，它現在的英文在美國這邊美加地區常用的呢，就是 Phalaenopsis japonica， 就是蝴蝶蘭japonica。但是中文呢，其實我們還是蠻多時候都說它叫做明戶蘭。這一款蘭花我一共有2個個體。今天的這個影片呢，我們是來看比較小株的這個個體它的一個開花的記錄。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呢，其實是它的上一個開花週期。如果你是新的蘭友，看我的影片，你可能不知道，我大部分的影片现在有時候在許可的情況下，我會加入一些上一個週期它的一些成長的記錄照片或者是影片，主要是給你有一個參考點，然後等到我們看到了它這一次的開花週期的時候，你能夠去做一下對比，看看它是變得更好了呢，還是有哪些部分出了問題，或是不同樣的地方我們可以做怎麼樣的加強。所以當我在討論一些特別的部分的時候，你會比較知道為什麼哪些部分可能需要調整等等。那因為也是收到很多蘭友的回應啊，就是說這樣子他們蠻能夠看到之前跟之後的比較，好，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會把之前的一些上一個開花週期的材料再融入到新的影片當中。這種蘭花的特色呢，其實它的葉子啊，跟蝴蝶蘭的葉子真的是非常的類似哦，所以它被歸入到蝴蝶蘭這個品種裡面，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情。雖然它沒有續花性，但是它的香味呢，是它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它的香味呢，有一點點檸檬香。然後它的裙擺的部分呢，就是會有這種比較隨機的這種色斑塊然後在左下右下的花瓣上面呢，會有這種很明顯的這種條紋，是明戶蘭比較獨有的這種特色。那它開花的時候，真的就是有一點茉莉花的味道，加上一點檸檬香，加上一點橘子類的果香，然後算是濃郁的。那這株蘭花在上一次開花的時候，其實我是蠻驚訝的，因為它其實買來是一株新的近成熟株的苗，所以在我養護之下，它第一次來花，我其實真的是沒有太大的心理準備。因為另外一個個體比較大株的呢，它來花我覺得理所當然。那這一株呢，上一次開花真的是蠻驚訝的，因為我對它的養護其實是用小苗在照顧，想說應該至少要在2年之後才會看到花。那接下來的幾張照片呢，你會發現到它的葉子的部分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它其實有一點點出現這樣子焦黑的問題。那這個部分呢，我跟我幾個蘭友，還有跟1-2位比較有經驗的前輩討論的結果是啊，這一株蘭花呢，因為我的肥料給它雖然濃度25%很低，但是呢，它對肥料比較敏感。那我如果沒有在定期或者是說把這些肥料用水啊清水把它浸泡冲洗掉啊，那個肥料的鹽分啊堆積過久啊，有時候傷害到根系，有一點點小小的肥害的時候呢，葉子尾端就會出現那樣焦黑的情況。那這邊呢，就是給你看一下這一株它的另一個新開花週期的一個開花記錄。它一樣是來單花梗。目前呢，我2株明戶蘭，它們每一次開花呢都是單花梗，還沒有出現過雙花梗。不知道這株蘭花有沒有可能出現雙花梗這樣的現象？有明戶蘭養護經驗的朋友，如果有出現過雙花梗的話呢，也歡迎能夠跟我們大家分享。比如說，它是在你養護第幾年開始有雙花梗呢？還是說一直都會有？還是也是一直都是單花梗的表現？那既然講到肥料的話呢，我一般來說養護上面
這2株明護蘭，我給它們的水量都是在1/4杯左右，大概就是60cc 左右這樣的一個量。然後這個水裡面是已經調好25%濃度，1/4濃度的水哦。所以算是薄肥了，但是如果這株蘭花像之前我講的，它葉子那樣尖端出現焦黑，是因為過多鹽分殘留，表示呢，我可以就是減低肥料的濃度或者是頻率，再來呢，就是要加上一些可能泡水要泡得比較勤，可能每2周我就要對它進行用清水浸泡，而不是每1周的月底給1次清水浸泡而已。那這一株蘭花，它目前用的介質是這種無機的介質哦，顆粒還是大顆粒為主，然後有一些小顆粒在中間。那你現在比較沒辦法看得很清楚杯內，是因為我沒有用藍色外杯把它罩住，所以它內杯的周圍呢有一些青苔的產生哦，不影響蘭花的健康，但是的確在於就是說觀察根系的時候，難免會受到一些阻礙，所以如果你會希望能夠透過透明容器去看到根系的狀況、杯內狀況的話呢，我還是會建議你用一個外杯把它罩住，來避免這個青苔的產生，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一點。那這邊還要再回答另外一個蘭友對於肥料的問題，因為我之前說過，我有那一種是氮肥高一點的肥料，複合肥哦，就是氮磷鉀都有，但是氮肥偏高的這種叶肥，然後跟花卉型的肥料就是磷比較多，中间那個數值比較高的肥料，然後我還有一個是20-20-20的平衡肥。那他就問我說，我這3種是交替使用呢，還是哪一種偏多？我先講用最少的是平衡肥，因為我個人喜好是在蘭花根葉在生長的時候，我喜歡給氮肥高一點的肥料。那因為只要根系能夠長得好，葉子長得好，能夠行好的光合作用，然後根系吸收水分跟養分，它開花不会差到哪裡去。所以我在這種開花之前或其中用開花肥，就是磷比較多的肥料呢，其實我嘗試過，但是我覺得效果根本沒有很顯著，甚至可以說我不能確定開花肥是不是在花前或花期中就一定會有幫助。那如果你真正要去研究肥料的話呢，水它的酸鹼度 pH 值也會關係到蘭花對於某一種養分它的吸收，所以呢還是要看你家裡面的環境，還有水質，還有水的這個酸鹼度而定。所以一般我們這一種蘭花把它當作是一個興趣嗜好來說的話呢，從鹼還是比較重要的。那如果你只能選擇一種肥料，我就建議還是以氮肥為主，然後該開花的時候呢，就讓它順其自然，只要把根系還有葉子養好，我覺得它的花不會壞到哪裡去的。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謝謝您的觀賞，我們下次再見。